这天上午，北京市的一家房产中介内走进来一位漂亮的女客人。这位女客人落座之后，抬头便看到对面墙上的全国地图，地图上画着很多红色的圈圈。她颇感疑惑，就问：老板，您这地图上画的这些个红圈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这个嘛，没什么，就是我有房子的城市都画圈标注一下，里面的数字呢，就是每座城市对应的房产数量，免得忘了。此话一出口，女客人的眼睛一亮，她不由得站起身来，走到跟前去看，上下左右数了一遍之后，说：吴老板，没想到您是个大富翁啊，这得有上百处房产了吧？哈哈，您的数学真好，刚好101。这位女客人名叫袁佳佳，今年23岁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她不想找工作，只想钓个有钱的金龟婿，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。今天她这是以看房子为由，前来这家中介打探，如果这里有好的客户资源的话，他就留下来打工，然后寻找被调的目标。这位老板名叫吴世华，今年28岁，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了几年之后，自己刚刚开了这家中介公司。就见袁佳佳，听说这位吴老板这么有钱，心里可就乐开了花了。他迅速决定留下来做一名房产经纪人，然后想办法拿下这位吴世华。吴世华正愁招不到人呢，当然对袁佳佳的应聘是慨然答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袁佳佳几次暗送秋波，吴世华就跟没看见一样，始终与他保持距离，从来都是一副老板和员工的态度。这一天，袁佳佳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说：吴老板，今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去看电影吧，新上映的爱情片。哦，真不好意思，小袁老师，我晚上要陪女朋友过生日，抱歉了啊。什么？你有女朋友？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这个你也没问过呀。晚上下班回到住处，袁佳佳这个难受啊，心想算了，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这还在这儿瞎忙活什么劲儿的呀，早点撤了得了。于是他就打算辞职不干了。可第二天早上睡醒了，一睁眼，他又觉得太窝囊了。不行，袁佳佳，就这点事儿你就打退堂鼓了，你也太怂了你。他有女朋友，又不是结婚了，我可以公平竞争啊。故此他接着按时上班。过了几天，袁佳佳半开玩笑地说：吴世华，你女朋友一定很漂亮吧？什么时候带过来咱认识认识呀？吴世华听完就说：哎，吹了，他嫌我老家在农村，说我再有钱也配不上他，他爸是当官的。袁佳佳听到这儿，两眼就冒了金光。农村怎么了？没有农民种地，他们当官的也吃不上粮食。哎，走吧，一会儿请你去游泳，到了水里，保准你能忘掉一切烦恼。就这样，吴世华跟袁佳佳开始恋爱了，感情迅速升温。短短半年之后，他们便打算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结果一见双方家长，这才知道，原来吴世华他爹跟袁佳佳的父亲还是一个部队当过兵的老战友。老哥俩一见面就甭提多高兴了。定在春节之前，吴世华和袁佳佳到海南拍婚纱照，回来就领证。可没想到，在海口的海边拍外景的时候，袁佳佳就说：哎，世华，你不是在这儿有一栋别墅吗？带我去看看呗。吴世华忽然一愣，表情僵住了，然后他迅速调整好情绪：
佳佳，你说什么呢？当初你来店里只是个客户的身份，我就跟你吹吹牛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呀你？什么？吹吹牛？吴世华，合着你那101处房产都是你吹出来的呗？啊！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袁佳佳的情绪瞬间崩溃，她奋力甩开吴世华抓着她胳膊的手，提着婚纱的长裙拼命奔跑，时间不大就跑没影了，留下吴世华伤心而又尴尬地站在原地。身旁还有一位摄影师，一位助理，一位化妆师，大家就劝吴先生，您是不是去追一下？他要是真想走，追有什么用啊？正当众人唏嘘不已的时候，袁佳佳又回来了，她的脸上有2道黑色的泪痕，那是眼线被哭花了。大家伙儿也不敢乐，就见袁佳佳走到化妆师面前，说：“老师，麻烦您帮我补一下妆吧，咱们接着拍。”原来啊，跑远之后，袁佳佳忽然就想明白了，她跟吴世华还是挺合适的。虽然吴世华爱吹牛，但自己也是用了小心机呀。虽然他没有吹的那么有钱，但也是一个小老板，配自己这么个不爱工作的大学生，也算蛮可以了。真要是个大富豪，人家还未必看得上我呢。算了，就这么凑合着得了。于是他就转回身，又跑回来了。后来俩人登记结了婚，一起经营中介公司，日子过得倒是红红火火。